春秋冬都是它的天下，除了怕热没有缺点。地栽后无需管理，不挑土壤，耐寒但不耐严寒，建议种在墙角屋檐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。前2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了近20款适合江浙沪皖种植的草花开花机器，那么这期视频将带来最后12个品种的种植体验。本期以耐寒花卉为主。今年早春我入手了几批草花，并且都地栽了。经历了春夏秋3个季节，看看哪些仍然值得入手，哪些早早就淘汰了，会给大家一一讲解。着急的小伙伴可以直接拉到片尾总结表格。那么我们开始吧。第一，角堇作为冬季绿化带常驻嘉宾，它的实力已经展露无遗，极其耐寒，秋冬春都是它的天下，除了怕热没有缺点。然而绿化带的标签也让它极容易受到轻视，只有真正种过它的人才会懂得，角堇真香啊！从你感到气温逐渐下降，空气中有丝丝寒意开始，就可以入手角堇了。它一波接一波的花期，久到看着都厌了，你真想拔了换棵别的种种，但因为它长得实在太好，花量实在太大，最终又没舍得拔，非常推荐。第二，西班牙薰衣草。上期介绍的雨叶薰衣草非常不耐寒，冬天来临，倒不妨试试西班牙薰衣草，在我们这里地栽过冬是没有问题的，耐寒性不错。比起雨叶薰衣草的随风摇曳，西班牙薰衣草花头更圆润些，花茎也没那么长，整颗植株呈一个球状。它的缺点则是不耐热，夏天会比较惨，但也能勉强度夏。我这里3颗度过了去年夏天，今年则只有1颗挺了过来。第三，满天星。这也是款我很喜欢的小花，它在我们这儿多用于绿化种植，但它很低调，花多但很小，就像满天小星星一样，在城市里真的很难注意。它其实很适合花园种植，满天星种下后就不用管理了，花期很长，夏天安然度过，冬天地上部分会自我淘汰，等来年春天又自发的长成茂盛的一丛，非常省心。它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特色，就是非常招蝴蝶。别看它的花比桂花还小，这么一小颗真的能吸引超多蝴蝶，很有意思。第四，鸡小菊。给了它2次机会，一次没能熬过黄梅天的雨季，一次没能过冬，已经淘汰了。听其他花友说它表现还不错，但在我这里实在水土不服，剪下来扦插到地上也都没有成活，不太符合我的低维护要求，不会再入了。第五，瓜叶菊。瓜叶菊是冬天非常常见的花卉，尤其是春节前后，在花市上它有另一个响亮的名字——富贵菊。瓜叶菊的花朵大，花色多，从小清新到大红大紫到莫兰迪色，几乎能满足所有需求，非常值得入手。瓜叶菊的性价比很高，通常很便宜的价格就能买一盆满头花回去，花期也不短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它的耐寒性一般，在江浙沪皖这一带，最冷的冬天需要室内阳台养护，不然分分钟就嘎掉了。第2个注意点是，它需水量很大，时常需要浇水，一旦缺水，它的花就蔫了，花期大大缩短。第3个注意点是，瓜叶菊很爱长蚜虫，一旦事态不可控了，会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增长，记得及时消灭它们，否则后患无穷。总的来说，冲这个价格和颜值，还是值得买的。对了，春末千万别买，瓜叶菊夏天必死。第6，紫罗兰。相信你听说过的紫罗兰一定有很多，它甚至成为了一种对颜色的形容。而真正的紫罗兰本尊其实是这样的，它也不止紫色一种，花色非常丰富。这个季节真是紫罗兰的入手好时机，它不怕寒冷，可以在整个春节持续绽放。如果你再施点肥，它能一直开到接近初夏。紫罗兰的株型相对直立高挑，可以把它放在角堇、报春花的中后层种植，达到很好的观赏效果。后期也可以剪下来欣赏，是非常不错的插花素材。第7，半边莲，也叫六倍丽，又是一款花期超长、花量巨大的优秀品种，现在入手非常合适。记得冬天室内盆栽养护，它能4季持续开花，它的花色很多，光蓝色、紫色、粉色就能细分出深深浅浅的多种选择，是做蓝紫色花茎非常不错的搭配植物。种植半边莲需要注意的是，它的需水量很大，一旦水分短暂的供应不足，花茎就会耷拉下来，那么再想恢复直立就难了。好好的一捧花一下子变成了中间凸、4边下垂的造型，浇水也不管用。也是由于这个原因，我把它淘汰了。
同时如果淋雨也很容易倒伏，因此个人觉得它更适合盆栽养护。第8，花烟草非常适合在春天入手，长势快，花期长，可以持续开放到10月份。目前可供选择的花色也比较多。它不挑土壤，地栽后无需管理，可以适应黄梅雨季和高温暴晒。花烟草的植株个头较大，很适合用来做花茎搭配，小小一棵也能长成一大束随风摇曳的花丛，非常推荐有空间的花友尝试一下。接下来推荐4种报春花。报春花是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入手的花卉，耐寒怕热，但也不耐严寒。室外种植的话，建议种在墙角屋檐下，能晒到太阳的挡风处，最好是室内阳台种植，以防夜晚突然的降温。第9，首先介绍的是欧洲报春，单瓣的伞状花序，植株仅10到20厘米高，适合种植在低矮的花径前排或者盆栽。欧洲报春的颜色丰富而鲜艳，有深浅不一的红、黄、蓝、紫及双色品种，明亮的颜色非常适合用于烘托热闹的节日氛围，看着就惹人喜爱。第10，玫瑰报春，这是款重瓣报春花，花型就像玫瑰花一样层层叠叠的，它的植株和欧洲报春几乎一样，因其重瓣的属性更受追捧，颜色比起欧洲报春多了不少较柔和的莫兰迪色系。第11，彩云报春，比起前两者，彩云报春的株型显得亭亭玉立，姿态摇曳，同样是伞状花序，但一改低矮的匍匐状，可以放到花盆或花茎的中后层，搭配欧洲报春或角堇来运用。彩云报春的花色也十分丰富，且很容易开成一大颗，花量也十分惊人。从耐寒性上来说，比欧洲报春的表现更加出色。就我个人种过的以上3款报春花而言，我更推荐彩云报春，花期明显更长，也更耐寒。第12，两款国内原生报春花，分别是安徽雨夜报春和陕西雨夜报春。这2款我还没有种过，不过听花友好评不断，也列在本条视频里供大家参考。安徽雨夜报春的花朵精致可爱，花量巨大，株型10厘米左右，可以在小盆里轻松实现爆花效果。种植时切忌小苗种大盆。同时花友反馈，安徽雨夜报春生命力非常强大，结种后通常可以自播，来年又生发出来，非常省心。陕西雨夜报春和刚刚介绍的彩云报春非常相似，都是相对高挑的株型，顶着伞状花序，花朵较大。关于这2款国内报春花的种植体验，欢迎花友们多多留言补充分享。那么以上12款小草花，本系列一共30款草花，有没有你喜欢的呢？如果要从中挑选我最推荐的品种，我会选择墨西哥鼠尾草、香彩雀、金鱼草、蓝盆花、五星花、五色梅、角堇、紫罗兰这8款。近期的草花推荐系列先在此做一个小结，后续会继续带来新品种的种植体验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觉得有用点赞收藏，助力 UP 更新。感谢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，喜欢的话欢迎关注和一键3连，点小心心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